1976年，西班牙一群地质学家在山洞里找熊的化石时，却意外垂降进一道13公尺深的竖井，井底是28具层层堆叠的人类遗骸，而他们身边只有一把古老的、打制极为精致的暗红色手斧，几乎没有使用痕迹，像是特意留下的。这把手斧后来被叫做王者之剑。这群人是谁？为什么被安置在洞穴深处的竖井里？又是谁把这把几乎全新的王者之剑郑重地和死者放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很久很久以前，一群刚刚学会用火的我们的远古表哥说起。100多万年前，人类还不是我们。早在200多万年前，能人或许就已经零星地扩散到了东亚。中国山西西侯渡出土的石器把这个时间点推到了大约243万年前。这意味着走出非洲这件事并不是直立人才开始做的，而是从能人时代就已经悄悄启程了。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大约190万年前从非洲开始的直立人，也叫匠人。他们的身体比例已经和我们非常相似，腿变长了，骨架更精干，并且为了在正午的烈日下长途奔走，也进化出了更为发达的汗腺和体格。他们沿着东非裂谷、尼罗河走廊一代接一代往北往东走。那时气候极不稳定，会在特别寒冷的长冰期和相对温暖的短时期之间反复摇摆。撒哈拉在温暖期会变成生机勃勃的绿洲，在冰期则变成死气沉沉的沙漠。他们不是在探索，而是在跟随，随着季节走，跟着猎物走，顺着河流走。哪一年水源或食物枯竭了，那一代人就往前多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哪一年雨水丰沛，他们就在原地多留一些年，生儿育女，直到不适应生存了，他们就离开，继续往前走，寻找更适合的地方。迁徙从来都是在生存压力下对陌生环境和未知未来的探索和适应。在以色列北部呼拉谷地的本奥特雅各布桥遗址，考古学家在这里出土了大量阿舍里手斧，也发现了人类可控用火的明确证据。我们在这里目光透过这些古老的遗迹，回到大约70万年前，从非洲出发的一群人走到了今天的这里，呼拉谷地的湖边。清晨，气温接近冰点，湖面结着薄冰，雾气从冰冷的水面升起，混着腐液和湿泥土的气味。远处，河马在浅水区发出低沉的鼻息，水鸟偶尔惊飞。一群人蹲在冻硬的泥滩上，小心翼翼地打开用干草和苔藓包裹着的冒烟炭火。这是他们从几十公里外一路捧着护着才带到这里的火种。寒风一吹，火星随时可能熄灭。一个女人用最干燥的菌褶和草一次次尝试着把火引大，失败了就再试一次，直到火堆旺旺地烧起来。男人把烧热的石头丢进湖边的浅水坑，水汽混着湖腥味升起，孩子们呼出的白气和火塘的烟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男人们用石斧艰难地切开半只羚羊的皮毛，割下肉放在火上烤。这种两边对称开刃的石斧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阿舍里手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多用途大型石器，兼具刺穿和挖掘的尖刃、切割和屠宰的侧刃，以及用于敲砸的厚重石根。最早的阿舍里手斧出现在约176万年前，表明直立人早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具备了根据石头形状预先规划，按照需求打制石器的认知能力。此时他们还不会主动生火，但已经知道如何守护火种，并在迁徙中携带和移动火种。而从非洲出发的另一群人则沿着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高原
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在漫长的历史中向外迁徙。有些群体消失了，有些群体壮大了，不断的分分合合，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走进了欧洲。没有人在某一天决定要离开非洲，但每一代人回头望去，故乡的样子都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树木一年比一年稀疏，冬天一年比一年长，直到某一代人抬头，发现自己站在了一片他们的祖先从未见过的洞原上。猛犸象、披毛犀、巨型鹿成了新的邻居，也成了新的考验。直立人在路上持续演化，脑容量一点一点增加。大约60万年前，晚期直立人的后代海德堡人出现了，他们的脑容量达到了1100到1200毫升，已经很接近我们。海德堡人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关键一环，也是后来人类的祖先智人和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共同的祖先。大约40万到30万年前，在今天以色列的卡塞姆洞穴，清晨碎石堆砌的一个圆形火塘里只剩下了灰烬。一个被冻醒的男人从火塘边坐起来，他骨骼粗壮，眉骨依然粗重，却隐隐能看出一定的弧度。比起直立人，他的脸更宽也更短，鼻翼大张，呼出的热气在冰冷的清晨清晰可见。他看着只剩下灰烬的火塘，站起来，他的身高有 1.75 米左右。他从洞穴里抱出一些干枯的树枝和树叶，捡起火塘边一块碎石，一下一下地敲击火塘边另一块暗黄色的黄铁矿，火星四溅，落进身边一小撮干燥的苔藓里，细烟冒了出来。这时其他人也醒了，洞穴里响起了此起彼落的低语与呼唤声，还夹杂着孩子的哭闹。火光和浓烟从火塘里的树枝和树叶里冒了出来。一个女人取来生肉放在火上烤了起来，洞穴里弥漫着烟味和烤肉的香味。几个男人开始敲打石头，打制今天要用的石器，切肉、刮骨、削木，样样都要靠它。石头和石屑散落在脚边，靠里的角落铺着树皮，是留给睡眠的地方。洞穴第一次被划分成了工作、休息与进食的不同角落。晚上，火光在石壁上跳动，族群的男女老少围在火塘边，这是人类最早的社交场合之一。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群海德堡人的脚步把家这个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今天法国尼斯附近的泰阿拉马塔海边的坡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棚屋遗址之一。通过测量，单个棚屋大约长8到15米，宽4到6米，面积有20-30平方米，已经能容纳一小群人住在里面。那时这里的气候比内陆稍暖，却仍有寒风从阿尔卑斯方向吹来。他们第一次不再只依赖天然洞穴栖身，而是砍伐木材，有时也利用猛犸象的巨大骨骼，在海滩上搭建起椭圆形的棚屋。棚屋里有火塘，有专门加工石器的工作区，有休息的地方。棚外是地中海的海浪声，棚内是火光伴随着石器敲击的声音。他们开始把空间分成里面和外面，工作和生活。家第一次被人亲手造了出来，气候一次次寒热交替，海平面也随之一次次升降。一代又一代人走过的路线，被大自然一次次悄悄改写，连他们自己都未必觉察，但他们身上仍留着同一条迁徙之路的演化痕迹。大约43万年前，在今天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尔卡山区的漆黑洞穴深处，这条路回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口深井。那口层层堆叠着人类遗骸，深约13公尺的天然竖井。在这口竖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7000多件人类骨骼碎片，数量极多的原始洞穴熊以及狮子、狼、狐狸、猞猁等骨骼碎片。这些人类骨骼碎片经过仔细整理与匹配，
至少属于28至29个不同的人。熊的遗骸则对应大约170到200个个体。从这些黄褐色的人类头骨和骨骼可以清楚看到，它们的眉骨已经相当粗重，呈双弧形，面部中部明显向前凸起，鼻腔开口宽大，枕骨后方开始出现圆疹，全身骨骼异常粗壮，骨壁很厚。成年男性身高都在1.6米到1.7米之间，身材明显比后来的智人更粗壮。这些外貌特征已经和后来的尼安德塔人高度相似。遗骨中还有多具个体带有病理与创伤，有些人天生头骨畸形，有人骨骼上留下了严重的骨折痕迹。古井中几乎找不到日常工具，却在骨堆中发现了一把用暗红色石英岩精心打制呈完美几何对称，几乎没有使用痕迹的手斧。这把制作极其精致，长约15厘米的手斧后来被昵称为王者之剑。竖井是天然形成的，熊骨多半是当时的熊自然掉进去后遗留下来的，而人类遗骸更可能是被当时的人有意投入，这让王者之剑的出现多了一层仪式意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这个群体并不大，为了在严寒中猎取食物活下去，他们必须近距离猎杀披毛犀、大型野牛，甚至偶尔是猛犸象。武器主要是木矛和石头打制的手斧，风险极高。年轻人经常在围猎中被猛兽撞倒，骨头碎裂，或因此失去牙齿。在一处岩洞中，这些伤者被安置在火塘附近，有人日复一日地为他们取水、送食、翻身、清理伤口。一个女人把肉在自己嘴里嚼烂，再喂进伤者失去牙齿的嘴里。另一个女人用湿兽皮一下一下擦去伤者身上的污血。远处偶尔传来洞穴师的低吼，伤者的呻吟在潮湿的洞壁里回荡，没有人因此离弃他们。这样的画面并非全然出于想象。考古学家在古坑的遗骸里找到了几个极为罕见的骨头、舌骨，以及一副带着完整颈椎的头骨。这些骨头的形态几乎与我们现代人一致，明显不同于黑猩猩的那种原始构造。主流学界据此认为，这群人很可能已经能发出也能听懂近似语音的复杂声音，他们或许已经能开口叫唤彼此的名字，或者向同伴传达我在这里，我不会走。我们或许好奇，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语言的？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语言不会变成化石，但古坑里这根舌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丝线索。至少在43万年前，开口说话所需的身体构造或许已经准备好了。当死亡最终降临这些伤者时，这群人便把逝者的遗体送往一个遥远的地下安息地。洞穴深处那口13公尺深的竖井，那里没人打扰。他们在遗体旁安放着那把全新的暗红色王者之剑，去守护他们。就是这群人既能打制精美的手斧猎杀猛犸象，也能在生活的地方把狩猎时重伤的同伴，甚至一个出生就残疾的同伴照顾到最后一刻。同一时期，在阿塔普艾卡山区的其他洞穴，如大洞和加莱里亚长廊洞穴，还发现了狩猎、肢解动物和打制石器的生活痕迹。古井本身几乎没有这些日常遗迹，它更像是一个被特意选中的深入黑暗的地方，用来安放逝去的同伴，免受打扰。这是我们对早期尼安德塔人，我们的远古表哥，一次近距离的凝视。从能人到直立人，人类的远古祖先一次次扩散，终究还是属于同一种人的不同分支。但到了直立人晚期，海德堡人出现之后的漫长扩散中，分开的群体逐渐不再是彼此的同类，而是走向了3个永远独立演化的世系，
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和我们的祖先智人。要理解这些人种从何时而来，基因学家反推出一个时间窗口，大约76万到55万年前，智人的祖先与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的祖先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分道扬镳，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这段时间的化石记录几乎一片空白，像是史书里被撕掉的一页。过去最接近的候选人是西班牙出土的先驱人，一个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故事。最关键的证人竟然出现在欧洲。直到2026年1月，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近郊一处被称为人类洞穴的地方，考古队小心刷去覆盖了77万年的尘土，露出了3副下颌骨，2个成年人，一个孩子。这批化石的骨骼特征混合着古老与较现代的样貌，是一支正走在通往海德堡人这条路上的过渡族群，年代精确落在那个分家窗口里。这群人不必然就是分家发生的那一刻本身，分家很可能不是单一地点、单一时刻的事件，而是在非洲各地一群群长相相近的族群不断分散，再与其他族群融合，缓慢地走向了不同的路。但摩洛哥这批化石是目前所知最接近共同祖先根源的一群见证者。第一次，我们知道了那个还没有分家之前的祖先大概长什么样子。兼具直立人的古老特征与海德堡人的进步特征，呈现出清晰的过渡样貌。几乎同时，另一组科学家重新分析了一批更早出土于中国湖北浚县的头骨。浚县1号与2号1989、1990年在汉江边发现，长期被归类为直立人。这次研究团队用电脑断层扫描，把因为挤压变形的头骨重新数位复原，结果发现他们其实不属于直立人，而是属于一个更年轻、脑容量更大的支系，很可能与丹尼索瓦人同源。这批化石的年代约在100万年前，这代表我们的祖先与尼安德塔人的祖先和丹尼索瓦人的祖先的分家可能不是50万年前，甚至不是76万年前，而是至少1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比原本认为的还要早了将近1倍。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施特林格甚至因此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模型，除了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智人，可能还存在其他至今尚未被辨认出来的独立支系。传统的干净3分法可能从一开始就讲得太简单了，没有人能肯定分家究竟是哪一刻、哪一群人开始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发生了。一部分后期直立人或海德堡人继续向北向西走，一边走一边演化。这一次的迁徙不再是追着水源和猎物的小碎步，而是被气候整个推动着走的大迁徙。冰期一次次南推，森林节节败退，他们被逼着往更深的欧洲内陆挪动。永冻土覆盖大地，夏季只剩短短2-3个月，呼出的白气在胡须上结成白霜，眼睫毛偶尔也会冻在一起。一代又一代，这样的严寒重新塑造了他们的身体，更矮壮的躯干，更粗的骨骼，而更大的鼻腔，像一具天然的暖气装置，温暖每一口吸进肺里的冷空气。他们演化成了尼安德塔人，他们的石器技术继续进步，出现了拉瓦罗瓦技术，先把石盒修成龟甲状，最后一击打下预先设计好的缝力石片。这是标准化生产的萌芽，也是后来把石片绑上木杆做成长矛的基础。大约20万年前，在今天德国北部的舍宁根湖岸，黄昏，天空灰蓝，湖水结着薄冰，芦苇被寒风吹得沙沙作响。远处的洞源上，皮毛细的黑影缓慢移动，几个尼安德塔人趴在冰冷的泥地和枯草里，
鼻腔里全是湿冷的泥土味。他们手里握着超过2公尺长的云杉木矛，矛头被火反复烤硬，又用石器刮得极尖，重心几乎和现代标枪一模一样。打制一根合格的木矛要花上好几天，低温下稍有不慎就会开裂。最前面的人猛地站起，木矛破空而出，精准刺进一匹野马的侧腹，马群炸开，蹄子踩碎冰面的声音像密集的鼓点，泥水与冰渣飞溅到人脸上。他们不再只是捡食腐肉，而是组织严密的顶级猎人，甚至能围猎野马与猛犸象。成功的次数远比失败少，很多时候猎物消失在暮色的洞源中，他们只能空着手，踩着结冰的泥地继续往前走。有的春天，阳光斜斜照进洞穴，他们把死去的同伴放进浅坑。曾经有考古学家相信，他们还在墓穴里撒下了带着露水的花与赭石，把尼安德塔人称作爱花的人。但后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些花粉也可能只是洞穴里筑巢的啮齿动物，或者是进出的蜜蜂无意间带进了墓穴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将近50年，至今没有定论。或许尼安德塔人是不是真的懂得用鲜花送别同伴，我们无法确定，但光是这个问题本身就足以说明，没有人再敢轻易断言他们不懂什么是哀伤。另一部分海德堡人继续往东走，穿过中亚的干草原，最终一路爬升，登上了世界屋脊。大约20万到10万年前，在今天青藏高原东北线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地方，夜晚气温降到零下20-30度，空气稀薄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一次深呼吸都像是没能真正吸满肺。他们演化成了丹尼索瓦人。头几天爬升的路上，一定有人头痛欲裂，脚步发虚，甚至有人再也没能适应这样的高度。但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渐渐学会了在稀薄的空气里生活。他们围着用动物油脂点燃的火，火光在寒风中剧烈摇晃。孩子把刚敲好的石片递给母亲，母亲用它刮开蛋挞的皮，雪在低温下很快凝结发黑，食材要走很远才能找到。一块好料打废了，就意味着在缺氧环境里白白浪费一整天宝贵的体力。远处雪豹的眼睛在岩石间闪了一下，又消失在黑暗里。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对丹尼索瓦人的认识几乎只是几颗牙齿、几根指骨和一块下颌骨，甚至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只能靠想象。但2021年，一件意外的事悄悄改变了这一切。一具1933年在中国哈尔滨出土，后来辗转隐藏了85年才重见天日的巨大头骨，被中国科学家团队正式命名为一个全新的物种——龙人。这具头骨眉骨厚重，面部宽大，不少学者一看到就怀疑，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丹尼索瓦人，但当时怎么提取都得不到 DNA， 无法证实。命名团队索性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新物种公布，这个决定当时就引来了不少争议。有学者直言，在缺乏脉络的化石上，现在命名新物种未免太早。直到2025年，研究者终于从头骨厚实的骨质和牙齿里成功提取出离线体 DNA 与蛋白质，结果证实龙人就是丹尼索瓦人。这个原本以为永远是谜的族群，第一次有了一张完整的脸。那是一张巨大的脸，眉骨异常粗厚，几乎横贯整个额头，是目前所有已知人类化石里最长的一道眉骨。脸颊扁平宽阔，鼻腔开口很大，鼻子想必又宽又厚，或许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东北亚的寒冷空气里先把吸入的冷风暖一暖。眼窝又大又方，嘴巴宽，牙齿硕大，头颅又长又低，额头向后倾斜，不像我们这样浑圆饱满。
但颅腔容积却达到了1420毫升，几乎和我们和尼安德塔人不相上下。研究者推测，这具骨骸的主人是一个年过50岁的男性，生活在遍布猛犸象、大角鹿、野马与棕熊的寒冷草原上。这张在中国黑龙江省松花江边沉睡了146000年，1933年修建东江桥时被一名工人发现的脸，经历了一段曲折。为了躲避被日军发现，他被这名工人悄悄藏进附近一口废弃的水井里，直到85年后的2018年，才被发现者的后人捐赠给了河北地质大学。因为龙人是一个已经被正式描述、发表在先的物理学名，丹尼索瓦人始终只是一个基于 DNA 分析的俗称，从未被正式命名。按照命名学的优先权规则，未来或许整个丹尼索瓦人这个族群都会被正式改称为龙人。我们现代人之中有一部分，尤其是西藏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仍然留着他们的一些基因。这些基因帮助后来的人们在缺氧的高原活得比别人更轻松一些。丹尼索瓦人早已消失，但他们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一张终于被找回的脸，还有一份让后代在稀薄空气里呼吸的礼物。还有一部分海德堡人选择留在了非洲，或者在漫长的迁徙之后又重新折返。大约31万年前，在今天摩洛哥的耶贝尔伊罗，北非的海岸高原比现在更湿润，却也更不稳定。季节性河流是爱丰沛，是爱干枯，篝火彻夜不息。一双手拿着随时敲出锋利的棱角，火星在微凉的夜风中迅速消灭。他们的脸已经和我们几乎一样，颅骨却还有点狭长。他们演化成了最早的智人，一半熟悉，一半陌生。在某个黄昏的河滩，河水映着橘红色的天空，空气里有湿润的水草气味。几个年轻人把赭石磨成粉，混上动物脂肪，涂在脸颊和嘴唇上。一个女孩戴上贝壳项链，对着水面照了很久。男孩笑她把赭石粉弹到她的脸上。远处传来斑马的叫声，又被风吹散。他们已经不只是活着，他们开始在意怎么样会使自己看起来更美。同一个海德堡人祖先的后代踏上了3条不同的路，彼此不再相识，也不再有共同的记忆。演化还在继续，迁徙也没有停止，而最终的命运却只有2种。我们留待第3集继续解说。大约20万年前，一批早期智人再一次踏过红海沿岸干燥滚烫的历史，一路走到了今天的以色列北部沿海与山地交接的地带。他们身形修长，前额饱满，眉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压住眼窝，只是侧面看去，头颅仍略显狭长，还没有梳拢成我们今天的模样。在1个多月前，他们还是2支较小的队伍。当遇到一起时，2支队伍里的老人决定合在一起，共同前进。人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队伍前方和2侧是10几个年轻人，他们手里握着削尖的木矛，眼神不断扫过远处的灌木和石头缝隙，肩背紧绷，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停下脚步。队伍中段是几个手持木杖的老人和夫人，脖子上挂着一串贝壳，周边跟着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年轻的女人跟在后面，背着兽皮包裹的婴儿，用一条条搓成绳索的兽皮固定在胸前或后背。所有人的表情疲惫而平静，他们只知道适合生活的地方在前方，却不知道在哪里，还需要走多久。他们已经走了很多天，水囊里的水所剩无几，嘴唇一片干裂。就在一个晚霞满天的黄昏，他们远远望见河谷深处升起炊烟。走近后，眼前的景象让整群人都停住了脚步。几座用粗大树干搭建、
又以巨大兽骨和象牙加固的棚屋稳稳立在坡地上。还没等他们靠近，棚屋里先走出几个身材异常强壮的男人。这几个人眉骨高耸，鼻梁宽厚，身上披着厚厚的兽皮，手里握着长长的木矛，矛尖绑着锋利的石片，在暮色中闪着冷光。一个异常高大的粗壮男人手握绑着石片的木矛，对着他们发出一声短促而低沉的怒喝。谦息人群中的年轻人手握木矛，警惕地看着棚屋里出来的这几个粗壮男人，并没有退缩。一个强壮的头人双手捧着一串贝壳项链从迁徙队伍中走出，他脸上露出和善的笑意，腾出一只手指了指自己干裂的嘴唇，做出喝水的动作。这几个粗壮的人愣住了，他们盯着那串不曾见过的贝壳，沉默片刻。那个高大的男人接过了贝壳项链，走进棚屋，用皮囊取了些水送到送项链的人手中。其余人则始终紧握木矛，站在棚屋前警戒。拿到水后，这群人没有再做停留，他们弯腰致意，转身继续向前，直到那群身材瘦高、步伐轻快的外来者彻底消失在河谷尽头，这群粗壮的人才慢慢放松下来，重新坐回到棚屋里的火塘旁，观赏那串贝壳项链。这一次智人与尼安德塔人的短暂相遇，没有冲突，也没有深入的交流，但智人离开时眼睛里多了一点东西，对那种长矛的好奇，对那种坚固棚屋的惊叹。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开始尝试着把石片牢固地绑在木杆上，延长和猎物搏斗的手臂，也尝试建造那种自己从未见过的棚屋。而尼安德塔人则继续过着他们已经习惯了无数代的生活。这样的相遇没有留下任何化石或文物的直接证据，但早期智人在迁徙途中遇到早已定居在欧亚大陆的尼安德塔人，在情理之中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智人的这一次远行终究没有走得更远，也没能走得更久，他们只留下了一块上颚骨，静静地躺在大约18万年前的沉积层里，像是唯一的来不及带走的行李。这批最早走出非洲的智人并没有像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横扫欧亚大陆，他们的足迹到此为止，像潮水涨到沙滩最远处，迟疑了一下，又缓缓退了回去。真正改变世界的那一次迁徙还要再等上10几万年，那时走了不同的路，早已认不出彼此的亲人终将再次相遇，只是这一次结局将完全不同。下一期我们再从这块静静躺着的上颚骨说起，开启智人取代强大的尼安德塔人以及成为地球霸主的秘密。